所以，与其捏在自己手里，不如大方的送出去，作为一个筹码，和守元药妆谈其他的条件。其他什么条件呢？卖出去的所有羽绒粉，都必须标着陈记这块牌子，而陈记这块牌子，完全归咱们所有。哎呀，陈记这块牌子现在是不值钱的。现在是不值钱，但如果我们能利用守元药妆的人脉，再利用眼下大家对羽绒粉的追捧，让陈记这块牌子全国闻名，那往后，不论我们拿这块牌子卖什么，都事半功倍了。对，爹啊，我觉得少华说的有点道理。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势头啊，每个月多卖他500元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。没有必要就跟他们合作。陈记这个牌子嘛，只要我们慢慢来做，总有一天也会出人头地的。没有必要啊，借他们的势。爹说的是，但我就是怕这慢慢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那一天。此事不必在意。爹，就这么定了。没事吧？爹还是太看重眼前的小利了。爹肯定有爹的考虑嘛。买这么多报纸啊？对啊，研究什么呢？南北打仗的事儿。你怎么突然对打仗的事情感兴趣了？你今天没听那高掌柜说吗？守元药妆和上海田家因为那张军需订单已经打得不亦乐乎了。那又怎么样呀？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啊。守元药妆啊，和上海田家那可不是鹬和蚌，那是药材行一北一南的2户大家。我们陈记药铺呢，也不是渔翁，是小米小虾，他们是成天打架，我们这些凡人啊，只管顾好碗里的那点食儿就够了。你的格局怎么那么小啊？轩轩都笑你了。但是呢，你研究打仗的事情啊，你不能光看北京的报纸，你还要看上海的报纸。上海的报纸？明天我去给你找找那个《民国日报》《申报》，你要对两边的情况都得了解，你才能对这个局势有个全面的了解。啊，你怎么对上海的报纸也了解啊？还有啊，有几个记者呢写的文章特别有见地，你也得去看一看。好。大顺，我收回我刚才那句话，你格局一点都不小。我能坐这儿吗？您好，我是陈记药铺的楚朝华。你这找错人了吧？若是为了利，那肯定是要找徐特使和兰主任；若是在取利之外，还想济世救人的话，那只能是找您商副官了。嗯，看不出来你还挺会说话呀。这是我们陈记药铺的报价单，商副官，您看了就知道，我们陈记药铺不光会说话，更会做事。哎，账单。太无聊了吧？你们这是
根据不同的伤情，调了不同的药包。啊，同样是止血止痛，伤处不同，所用药材那也是有差别的。就譬如之前伤副官即被中枪，如果能及时用上我们的正骨药包，必定不会落下下雨天肿痛的病根儿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之前几辈曾经中枪，又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个病根呢？伤副官曾经参加讨逆，冲锋在前，雄姿英发，那可都是在报纸上登载过的，我等小民都有印象的。嗨，俱往矣，不值一提。伤副官，何不再看看我们这报价？恕我直言啊，你们要这么报价，那可没什么胜算呀。我们陈记药铺这报价可能不是最低的，但您看看我们的用料，那绝对是最真最好的。那你这么说，你怎么保证呢？签约之日，附赠样品。如若在交货之时，您发现实物和样品不符的话，我们陈记药铺自认10倍罚款。倒是没有哪个药铺敢签这样的条款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晋军9月就要南下了，交战地多半在湖南一带。其实暑热未尽，南方又多湿气，北方的士兵就很容易中暑或患上疟疾。所以在枪伤、刀伤的救治药物之外，我又额外加配了藿香、黄连、茯苓等清热解毒、化湿止泻的药材。你连这个都研究了？战事莫测，万一不能速战速决，天气又由热转凉，尤其暑热之症未绝，又容易受上风寒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所以我又加配了专治内热外寒的药材。到时候让医官照方取药即可。难为你们这么用心啊！其实，我们宁可不挣这份钱，也不希望打仗的。但是国家大事，不由我们决定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希望士兵尽量不要受伤。万一受了伤，至少能够得到最及时、最有效的救助，将伤痛减轻。要是所有人呀，都能像你们这么想就好了。可那些人呢？他们想的就是他们的回扣，他们的利润，而这些在前线打仗士兵的生死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。商副官，难道就不能为前线士兵再争取一下？我吗？我人微言轻。可最终上战场的，那都是你的兄弟。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，虽然现在这批订单还没有最后的结果，可徐特使呢订了首源药庄，而蓝主任呢看中了上海的田氏药号。就算你们这些药商再有实力，再有诚意，没希望的。我明白了，但是我希望。最终，不管是哪家药铺拿下订单，都可以照着这个标准做，不为别的，就是希望多几个战士能在战场上活下来。谢谢。这是啊，我前2天在徐特使那儿。听到您一直都在咳嗽，我就专门配了这碗清凉解表、专治热咳的药。商副官，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您若信我的话，可以试试。我信。这事儿有点难办呐。嗨，这事儿啊。要是别人来办，那确实是很难办。但是您赵老大来办的话，那就是信手拈来。这话我爱听。虽然我在八大胡同人头挺熟，啊，大家都给我面子。不过要没点这带响的东西，
也不太好办。我给您500大洋。真的？真的。但话说头了，这500大洋事儿成了才有，若是事儿没成，1分都没有。大少奶奶，您可真可以呀！怎么着？您1分钱不想出，想让我白忙活？我这是让您1分钱都不出，跟着我一起做一笔大生意。这叫做生意啊？赔了您没有任何损失，顶多就是白忙活一场。但若是赚了，您至少能拿500大洋。我跟您说呀，陆宁香跟小五的事儿，咱俩那账还没算呢。这陆宁香怎么了？哟，演，我可听说了，这陆宁香一走出这临芳楼，就跟个活人似的。还有，那小五是你亲戚吗？嗨，这倒也没那么神乎吧。只不过这事儿我也是没想到，这陆宁香还真能救回来，也算是我捡一便宜。但至于这小五呢，我得跟您说实话，他确实不是我远房亲戚，但是我找他，那是因为他偷了我家亲戚一样重要的东西。找回来了吗？没有啊，打死他都不说。你说能让我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赵老大，要不您问问他，您要是出手，他肯定不敢不说。这东西若是找到了，这赏金，咱俩1人1半。多少啊？2500大洋。看着我眼睛，再说一遍。哟，您非得让外面人听见是不是？2500大洋。总算跟我说了句实话。这在您面前我不敢说谎，不是？哎，小五这事儿嘛，咱们先放一边吧。你说这军需单子这事儿，行，算我一股。呀，那谢谢您了。不客气。小心台阶啊！好。请。走。来，请。许老板，我敬您一杯。许老板酒量真好。酒好，人也好。徐特使，我敬您一杯啊！承蒙您关照。自家兄弟，好说好说。这姑娘的名字有点意思，叫孝义欢，是朱家胡同李老鸨子的人。之前在新世界群芳选举得了一个什么花国总理的头衔。果然漂亮。守元药庄大掌柜许洪年花4000大洋给他赎了身，又花了800大洋给他置了宅子，之后连人带宅子都给了这徐特使了。这守元药庄的人还真是出手大方哈。谁说不是啊？这是地址。赵老大，让我怎么谢谢您呢？您客气了不是？咱两清了。您喝茶。哎。哎，您好，想问一下，想把这封信寄到上海去，该怎么办？哦，您就需要把这个信封放到那个邮筒里面就可以了。邮筒？啊，对，就那边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
这可怎么办呢？不是说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？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？我，哎呀，我这回去怎么和督军交代呀？田家，一定是田家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明摆着吗？要不是那田大少兽医，上海的报纸怎么能管这种破事儿？啊，那他们是一箭双雕啊！他们把我搞下去了，让那位姨太太的表兄上位，军需订单就全是他们家的了。行，既然他们不守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。我已经将那份申报派人送回山西了。严督军生平最恨的就是贪腐，你等着吧，不出3天，某人就得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回家种地了。那兰主任，咱们之间的合同签，立刻就签。那就谢谢兰主任了。哎呀，我还得感谢你呢，竟然想出这么一招。什么招？不是你把他们私底下的交易捅给记者的吗？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。不是你，怎么会是我呢？那会是谁呢？管他是谁呢，生意能做成不就行了吗？对，说得对啊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夏元这王八蛋，哎，他给我来这招啊！这面粉你试试。确实啊，挺滋润的，水灵灵的是吧？你们陈记药铺的大少奶奶在吗？商副官，据说啊，这个北京的报纸跟这个田家杠上了，上海的报纸死盯这个首源药庄，两边呢争相揭露这个药庄的这个采购的黑幕。严督军知道之后大怒，下了命令，哪儿的药都行，就是不能用这个首源药庄和这个田氏药号的。这两家大药商啊，这次啊，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。哎呀，这还不算完啊！严督军把这个徐特使和兰主任啊全部撤职召回。所有的采购项目给了那个商务官负责，而这个商务官呢又特别看重我们这个陈记药铺，所以呢就水到渠成了。可咱们这陈记药铺还名声在外啦。大帅，这商副官是何以知道我们陈记药铺啊？那都是韶华的功劳了。他还得店里头记记账、点点货，他能有什么功劳？要不你自己讲讲，这个单子你怎么拿下来的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是那个商副官啊，是一个实心办事儿的人，而咱的药材呢又质优价实，这订单交给咱们，他放心而已。哎呦，昭华，你这不声不响的，这立了大功了啊！来吧来吧，爹爹敬一杯。哎呀，怎么能你敬他呢？这不反过来了吗？怎么叫反？昭华给咱们这一下就挣了5000大洋，你说我该不该敬他？5000大洋！你看看你这样子，天哪，那能买多少肉啊？来，谢谢爹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那爹，那公账上的200大洋，我算是还上了吧？还上了，都还上了。
啊？爹就是想这个200大洋记着，我这真聪明。嗯，老大家的，哎，你瘦了，你喜欢吃哪个你吃。对啊，嫂子你吃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这次玉龙粉这合股的事情没有谈好，要不然，今天这不又可以多一桩大喜事了，是不是？爹，做生意嘛，那有得就有失。对。我原来呀是想借着呢守元药庄这个事，让咱们陈记药铺呢再上一个台阶。现在看来呀，也不管什么事儿，还得靠自己慢慢来。没事的，爹，只要咱们全家人心齐，我相信陈记药铺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强。我今儿个呢就放句话，您别看他守元药庄现在高高在上的，但是咱陈记药铺早晚有一天能超过他们，成为这北京城里数1数2的大药号。哎呀，少华，你这话说得好，来碰一下，碰一下，来，碰一下，碰一下。哎呀，夏生，老板，这些呢是我准备带回日本的药材，还请夏老板帮忙采购一下。小村先生，咱们合作这么久，都非常愉快。放心，给你的药材绝对是质量最好的，而且价格是最优的。那真是非常感谢夏生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，能不能送我几个中国的药方？小村先生又跟我提这件事情是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只卖药，不卖方。这些药方我愿意出高价。我跟你一样，钱对于我夏云来说不是问题，但是倒是有个法子。请讲。你把小村制药的秘方给我，我就给你我的方子。哎呀，夏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所以说嘛，既然这样，那夏生，我先告辞了。合作愉快，送小村先生回客栈。爹啊，咱们开个分店吧。一个药铺能做的生意最远不出5里地。你不仅1家2家，你最好就是10家100家。你不仅要在这个北京城里开，你甚至要开到全国各地去啊。大顺呐，知道开个分店得需要多少钱吗？你这回这个军需订单正好不这个挣的钱合适吗？刚刚有点盈余呀，这又开分店，这未免太急了吧？爹，我倒是觉得，的确是得趁热打铁，趁咱这玉龙粉正在势头上，咱赶紧把陈记药铺的名头打出去。就算将来玉龙粉卖不动了，可咱陈记的牌子早已名声在外了。昭华，现在咱们陈记药铺这都有点忙不过来了，再开个分店，你这不是捉襟见肘吗？这分店和老店看似是2处的生意，但事儿上其实还是那些事儿，就是把一半的货呀放到另外1处去卖，等于办一件事儿，赚2份钱。爹，我算过了，刨去这军需订单呀，咱陈记药铺1年的收益，也不过是3000大洋。但是开分店以后就不一样了，2家店1年总收益加起来，
那能达到8000大洋。那么多钱，应该多买几亩田地更保险。反正我听说呢，夏元当年，就算是借钱，也要在各个繁华要地开设分号，待分号连成一气，对买家那就是店大欺客，对卖家那就是客大欺店。就这么着，才有了守元药庄的今天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陈记药铺有了这个分店，有了名字，那客源就多了呀。你客源多，那货源就好谈了，那这个成本它就可以降下来。你成本降下来了，那挣的钱不就多了吗？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，我认罚。罚倒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这生意怎么丢的，自己心里有数了吗？清楚，轻敌了。只顾应酬徐特使，却没料到，这田大少的手段竟然如此下作。可最终这田大少也没有拿到这份订单呐。是啊，被一家小药铺捡了漏。小药铺？多小？陈记药铺。正是那家陈记药铺。这陈记药铺也是运气好。生意场上没有运气，只有实力。是。这些都是你指使人干的。是。大掌柜也是迫不得已呀。是他田大少指使上海的记者攻击我们在先，我是被迫反击的。那上海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细？田大少跟他们说的。那谁又跟田大少说的呢？这不太清楚了。你跟徐特使之间的往来，除了咱们自己人之外，还会有谁知道？也就只有八大胡同的几个人知道。八大胡同，当初羽绒粉就是从八大胡同搞出名头的。正是。老板，你是怀疑这件事情是陈记药铺干的？不值得怀疑吗？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呀。既然你们都看好，那就开吧，啊！但是啊，咱们说好啊，这老店我来坐镇，分店嘛，就交给大顺还有你们两个来打理。谢谢爹。爹，分店交给我和大顺来打理没问题。但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和大顺要分店的50%股份。什么？我跟你爹还没死呢，你这要分家吗？娘，不是分家，是把家里的账目算清楚。你算清楚吧，你凭什么要股份呢？这些年来，别的不说，光玉绒粉这一项进项就占陈记药部的1半收入，还有这军需订单也是我拿下来的，这才有开分店的本钱。所以，我和大顺要50%的股份，并不过分。什么是股份？你爹给没给你20块大洋当奖励呀？大顺二顺都没有，你要什么股份呢？娘，柜上的伙计他傻干活不动脑子，每个月还有薪水，年底还有分红，这1年下来还不止20个大洋吧？听见了吧？那嫌你给他给少了。爹，我可不是嫌这钱少啊，我就是想要一份看重。我愿意付出，也愿意为这家里挣钱，但这一切都该有个名目。你是陈家的媳妇儿，你要什么名目呢？
老板，我倒想起件事。大掌柜和徐特使第一次见面那天，陈记药铺的人也在六国饭店。另外，他们那位大少奶奶对咱们拿军需订单的事，也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呀。说说羽绒粉吧，跟陈记药铺谈的如何呀？没谈成。没谈成？是这样，他们不愿意共享秘方，也不接受4、6分成。后来我让到了无误，他们的态度有所松动，但突然又坚持只做陈记这块牌子。那既然如此，便无法再谈了。厉害呀！看来之前我是小看陈家老爷子了。这陈家老爷子老练持重，但我觉得这陈家最厉害的倒是他们家那位大少奶奶，玉龙粉就是她的主意。大少奶奶，爹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个股份就先别分了。韶华呢就在家里先待着吧。那个分店就交给我一个人来打理吧。你一个人行吗？弄个这个羽绒粉，搞一个军需订单呢，我肯定没有招，但是一个药铺，我还是守得住的。仅仅是守得住吗？守得住吧。但是另外啊，这个分店我专门去管理这个分店，那总店我肯定就顾不过来了，你可能还得去请一个人。但这个人，你请这个人，你怎么着也得有点能耐，还得放心吧。但我说句实话啊，这个人肯定不好找。你要把人家留下来，你怎么着，哎，也得给人家点股份吧。这找个人有什么不好找的？娘，你听我说，肯定不好找。为什么呢？是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分店就算你们5成的股份啊。谢谢爹。谢谢爹。别谢，我也有个条件，这分店的利润每年不得少于4000大洋。没问题，这些都可以写到章程里去。少华，咱们这都是一家人，写什么章程呢？难不成我这个当爹的还能言而无信了？幼爹，我可不是那意思啊，我就是怕万一这将来我要是没挣到这些钱，你要是想罚我的话，也有规可循，不是？孩子，哎呀，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啊！谢谢爹。行了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快睡吧。谢谢爹娘，那我们就先回去。咱俩休息啊。哎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？睡觉吧。开心不？啊？咋的？怕啥呀？哎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退为进了？这不都跟你学的吗？学得不错。做完了？小声点啊！别吵醒。这就算完了？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给你累的，来。再来一碗。房子已经开好了，明天就能签。木匠、石匠、瓦匠那边也都谈好了，家具呢，明天就能定。牙行那边，后天去。别太累了。我不累，我就盼着咱们这分店早日开张呢。快了。
对了，你的信。我的信对，上海来的。啊，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。这信是代笔先生帮二妞写的吧？字儿不错。韶华无子，见字如面，无异于沙场宫，稍作安顿。余未知上海之时，已知上海之大之繁华。此行亲见，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唯期盼汝亦能早赴上海，大展宏图。二妞说啥了呀？大顺儿，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。好啊。然后，再下家分店开到广州去。行。再下一家，再下一家开到汉口，汉口怎么样？可以，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。下家分店就开到成都。好啊，成都好。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。一个一个来。对，一步一步来。先去上海。得努力啊。你说这孩子今儿个怎么老哭呢？舍不得爹走呗。旭儿，好了，爹很快就回来了啊。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，乖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爹的意思呢是把尾款收了，再跟这个山西的药商联络，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。行，正好能赶上咱分店开业。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为分店揭牌。嗯，大顺儿，咱终于有自己的生意了。双华，这几年真的是委屈你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看啊，你很早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想有自己的生意做，可是直到现在，直到今天，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只要咱们肯努力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有的都会有。路上可要当心，老爷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不大顺跟我在一起吗？再说卫东来家的伙计也都去，山西办事这一路上4、5个人呢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。行了，好好在家吧。陈老板啊。路上吃的东西在哪儿呢？哦，嘿，走了。大顺儿，我等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啊！走。今天都初10了，你说你爹连大顺儿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娘，你也别着急了。这出门在外的，说不定的事儿多着呢，耽搁2天，那也是常有的。我说我这几天我这个眼皮呀就跳得厉害。哎，我这要不这样，您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明儿个就去卫东来家问问。不哭，萱萱不哭，奶奶在这儿呢，不哭。没事的啊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给萱萱带好吃的，哦，不哭了，
啊，宝宝不哭不哭不哭，哎，不哭，好孩子不哭。哎呀，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山西闹了鼠疫，严督军把出入山西的路都给封了，你爹大顺，还有我们家的2个伙计都被困在那儿了。那这是要困多久？这就不知道了。鼠疫？老爷跟大顺儿，娘，爹和大顺儿只是暂时被困着，等鼠疫散去了，封锁令解除了，他们就能回来了。鼠疫可是要死人的。娘，您放心，爹和大顺儿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，怎么防着。